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婚恋故事，这个故事有点特别，它跨越了海峡两岸，讲述了一个上海女孩和一个台南小吃摊老板之间的爱情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、文化差异和真爱的故事。沈思琪，上海人，今年28岁，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。长相清秀，身材高挑，端庄大方。他的家庭条件很好，父母都是上海某大型国企的高管，从小衣食无忧。然而表面光鲜的家庭背后，思琪却有一段缺爱的童年。他的父母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陪伴他。每当同学们被父母接送上下学时，思琪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。家里的阿姨虽然对她很好，但始终无法填补父母缺位带来的空缺。我爸妈每次出差回来，总会给我带很多礼物，但我真正想要的只是他们的陪伴。思琪曾这样对闺蜜说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思琪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。她学习优秀，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知名广告公司，靠着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晋升。张家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富豪家族，家族企业涉及房地产、金融、酒店等多个领域。张家长子张明远是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，身家数十亿。他长相英俊，风度翩翩，是多少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两人是在一场商业酒会上认识的，当时思琪的公司正在为张家的一个项目做策划。张明远一眼就被思琪的才华和气质所吸引，在那么多人中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你。张明远曾这样对思琪说，你不像其他女孩，只会说些甜言蜜语，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。两人开始交往后，张明远对思琪可谓是百般呵护，名牌包包、珠宝首饰、豪车接送，这些对普通女孩来说可能是梦寐以求的，但对思琪来说，这些都不是她最在乎的。我不需要这些物质上的东西，我只希望你能真正关心我、理解我。思琪经常这样告诉张明远。然而真正的矛盾在于，张明远和他的家族对婚姻和家庭有着传统的观念。他们希望思琪婚后能放弃工作，成为一个贤妻良母，打理家务，相夫教子。而思琪则希望能继续自己的事业，追求个人价值。女人嫁人后就应该以家庭为重，这是中国传统。张明远的母亲曾这样直接告诉思琪。除此之外，张家对思琪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求，要学习如何打理家务，如何接待宾客，如何与张家的商业伙伴交往。这些都让思琪感到窒息。我们交往1年多了，你还是不能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思琪对张明远说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在家里打理家务的女人，我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。张明远虽然很爱思琪，但他无法违背家族的传统和期望。最终，在张明远求婚的那一天，思琪选择了拒绝。我不能嫁给你，因为我无法成为你家族期望的那种女人。思琪眼含泪水地对张明远说。这一决定让张明远十分震惊和伤心，但他也无法改变家族的传统和期望。两人的感情最终以分手告终。分手之后，思琪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痛苦之中。他曾经想过，如果他能屈服于张家的要求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或许他就能拥有一个所谓的幸福家庭。但每当他想到这些，他就感到窒息。我不能为了一段感情而放弃自我，那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思琪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，为了调整心情，思琪决定去台湾旅行。台湾一直是他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，那里有美丽的自然风光，丰富的文化历史以及令人垂涎的美食。思琪的台湾之行从台北开始，然后一路向南，最终来到了台南。台南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食文化。在台南的一个夜市，思琪被一家小吃摊前排起的长队所吸引。那是一家卖台南传统小吃的摊位，虽然简陋，但顾客络绎不绝。这家店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思琪心中疑惑，决定一试。等了近半小时，思琪终于买到了那家店的小吃。一口下去，她就被那种独特的风味所征服。那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，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体验。真的太好吃了，思琪忍不住赞叹。
小吃摊的老板是一个年轻人，大约30岁左右，长相普通但很阳光。他叫林家豪，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。谢谢你的喜欢。林家豪笑着对思琪说：“看你的口音，应该是大陆来的吧？”“对，我是上海人。”思琪回答。“啊，上海，我一直很想去上海看看。”林家豪说：“听说上海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，高楼大厦，霓虹闪烁。”思琪笑了：“是啊，上海确实很现代，但有时候也很喧嚣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台南这种有历史韵味的城市。”就这样，两人聊了起来。林家豪热情地向思琪介绍台南的历史和文化，带她品尝各种台南特色小吃。思琪被他的热情和知识所吸引，同时也发现林家豪虽然只是一个小吃摊老板，但对生活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态度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小吃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历史。林家豪说：“我们台南人不仅仅是在吃一种食物，更是在传承一种文化和精神。”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让思琪感到新鲜和感动。在上海，很多人都追求名牌、豪车、高档住宅，但林家豪却在这些物质追求之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我不需要大房子、豪车，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足够了。林家豪说，这种生活态度让思琪感到莫名的亲近和共鸣。本来只打算在台南停留2天的思琪，最终延长了行程。每天晚上，他都会去夜市找林家豪，品尝他做的小吃，听他讲述台南的历史和故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台南人有一种特别的精神，叫做台南减载精神。林家豪说，就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保持乐观、勤劳和坚强。这种精神让思琪感到敬佩和感动。在上海，很多人都追求物质上的成功，但林家豪却告诉他，成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其实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台南小吃餐厅，不仅仅是卖小吃，更是传承台南的文化和精神。林家豪对思琪说，这种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让思琪感到熟悉和亲近。他自己也是一个有梦想、有追求的人，他理解林家豪的感受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这个梦想，思琪真诚地对林家豪说。就这样，在台南的10几天，思琪和林家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当思琪离开台南返回上海时，两人已经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。回到上海后，思琪发现自己常常会想起林家豪。他的笑容、他的言谈、他的故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开始通过视频聊天保持联系。每天晚上，思琪都会和林家豪聊天，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林家豪也会向思琪介绍台南的风土人情，分享他的生活点滴。今天我又尝试了一种新的调料配方，真的很好吃。林家豪兴奋地对思琪说，等你下次来台南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。思琪笑了，那我一定要去品尝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在日常的交流中逐渐加深。3个月后，思琪决定再次去台南，这次不仅仅是为了旅游，更是为了见林家豪。我真的很想你。思琪在电话中对林家豪说，我也很想你，等你来台南，我带你去更多的地方。林家豪回答。再次见面，两人都感到非常开心。林家豪带着思琪游览了台南的各个角落，不仅有著名的景点，还有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秘密之地。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，林家豪带思琪去了一个高处，俯瞰整个台南城。思琪，我知道我们的生活环境很不同，你在上海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，而我只是一个小吃摊老板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林家豪认真地对思琪说。思琪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在上海，有很多所谓的优质男追求她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像林家豪这样，让她感到如此的自然和舒适。家豪，我也很喜欢你。我不在乎你是什么身份，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品格，以及你对生活的态度。思琪真诚地回答。就这样，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然而，异地恋并不容易。思琪在上海，林家豪在台南，两地相隔数千公里。每天的视频聊天成为了他们维系感情的重要方式。
我今天看了一本关于台湾历史的书，真的很有意思。思琪兴奋地对林家豪说：是吗？那我下次给你带些台湾的历史书籍。林家豪回答。为了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生活，思琪和林家豪开始交替访问对方的城市。思琪带林家豪游览了上海的繁华和现代，林家豪则带思琪体验了台南的历史和传统。两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，感情也日益加深。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思琪对林家豪说：你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。而我最喜欢你的是你的独立和坚强。林家豪回答：你让我明白了女性的力量和价值。经过半年的异地恋，两人决定更进一步，林家豪向思琪求婚了。思琪，我知道我不能给你豪宅、豪车，但我能给你的是一颗真诚的心和一个温暖的家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林家豪在台南的一个小公园里，单膝跪地，手捧一枚简单的戒指，向思琪求婚。思琪泪流满面，我愿意，我不需要豪宅、豪车，我只需要你的真心。两人的婚姻得到了双方家人的祝福。思琪的父母虽然对林家豪的职业和经济条件有些顾虑，但他们尊重女儿的选择和幸福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们只希望你幸福，思琪的父亲说。林家豪的父母对思琪也非常满意，他们觉得思琪不仅长相漂亮，还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能力。你是我们家豪的福气，林家豪的母亲亲切地对思琪说。婚后，思琪决定搬到台南和林家豪一起生活，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因为她需要放弃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，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，思琪对林家豪说。然而，现实却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属华人文化圈，但在价值观、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等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同。首先是语言方面的差异。虽然两地都说中文，但台湾人日常使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与大陆有所不同。台湾人常用的卡好、很赞、汪汪等词，思琪一开始都不太理解。家豪，卡好是什么意思啊？思琪好奇地问。啊，这是台湾话，意思是更好的意思。林家豪解释道。除了语言，饮食习惯也有所不同。台湾的饮食偏甜，而思琪习惯了上海的咸鲜口味。这个面怎么这么甜？思琪第一次尝试台湾面条时，不适应地说：这是台湾特色，我们喜欢在面条里加一点糖，增加风味。林家豪解释道。社交习惯也有所不同。台湾人比较热情开朗，喜欢聚会聊天，而思琪习惯了上海人的内敛和个人空间。思琪，下周末阿姨要请我们去她家吃饭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林家豪的母亲邀请道。啊，又要去。思琪心里有些抵触，但还是礼貌地说：好的，我去。最让思琪感到不适应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。虽然双方都有共同的文化根源，但由于历史和政治因素，两地人民在身份认同上存在一定差异。思琪，你觉得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？林家豪的朋友在一次聚会上问道。这个问题让思琪感到尴尬和不安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不想触及政治敏感话题，也不想让自己的言论导致任何误解或冲突。我觉得两岸同属中华文化，应该互相尊重，共同发展。思琪谨慎地回答。此外，思琪还面临着职业发展的挑战。在上海，他是一名成功的广告创意总监，有着良好的职业前景。但在台南，他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并不容易找到对应的工作。我在想，或许我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工作方向，比如开一个小型的广告工作室，或者做一些自由职业的工作。思琪告诉林家豪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林家豪鼓励道，台南现在正在发展文创产业，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肯定会有用武之地。尽管遇到了这些挑战，思琪并没有放弃适应新环境的努力。他开始学习台湾的语言和文化，尝试了解台湾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。他也开始接触台南的文创产业，希望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足够努力，就一定能融入这里的生活。思琪对自己说，
林家豪也给予了思琪很多支持和帮助。他耐心地向思琪解释台湾的文化和习俗，帮助他建立社交网络，支持他的职业发展计划。思琪，我知道你为了我们的爱情放弃了很多，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适应这里的生活。林家豪真诚地对思琪说，这种相互支持和理解让思琪感到温暖和坚定。他相信只要有林家豪的支持，他就能克服一切困难，在台南建立自己的新生活。在台南生活了1年多后，沈思琪渐渐融入了这里的节奏。生活虽然没有上海那样的光鲜亮丽，但却多了一份踏实和真实。每天清晨，台南的阳光总是温柔地洒在窗台上。林家豪会早起准备摊位的食材，而思琪则习惯在阳台上喝上一杯乌龙茶，看着街道慢慢苏醒。比起过去一睁眼就赶地铁的紧张，现在的他像是回归到了最原始也最单纯的自己。哎，思琪，我今天弄了新口味的虾卷，你来帮我试试看啦。林家豪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笑容阳光。好啊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勉强当一下小白鼠。思琪笑着走过去，一口咬下虾卷，眼睛立马亮了。哇塞，这次真的有进步诶，比之前那个有加9层塔的好吃多了啦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又是在骗我吧？林家豪边笑边擦手，故作怀疑地看着他，骗你干嘛？你以为我那么无聊哦？思琪撇了撇嘴，眼神却掩不住的温柔。他们的感情就像台南的阳光，看似平凡，却温暖人心。这年秋天，思琪的广告工作室也终于正式开张了，地点选在台南文化园区附近，是一栋老屋改建的小空间，白墙红砖，古色古香，却也不失现代感。它取名为思影工坊，取思绪的影子之意，也代表他在异乡重新寻找自我的旅程。开幕当天来了不少人，有文创圈的朋友，也有林家豪在夜市认识的熟客，还有一些在地的年轻创业者。哎，那个广告看板我有看到啦，做得真赞哎！一个年轻设计师竖起大拇指。你那个 logo 设计也超有感觉的，简洁又有味道。另一个摄影师附和着。思琪笑着回应，内心却是激动不已。家豪，谢谢你一直支持我。他悄悄牵住林家豪的手。哎，你讲这个干嘛啦？我们是一家人耶，当然挺你到底啊。林家豪笑得像个孩子。他们的日子虽然简单，却充满了生活的温度。然而，幸福的生活中也不免遇到现实的撞击。某天晚上，林家豪摊子忙完之后，两人坐在摊后的长板凳上休息。思琪望着远处闪烁的灯光，忽然开口：家豪，我爸妈又打电话来劝我回上海了。林家豪一愣，他们还是不太能接受你留在台湾。哎，他们不是不喜欢你啦，是觉得我在这边发展有限。思琪叹了口气，我懂他们的心情啦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追着名利跑的思琪了啊。林家豪沉默了一会儿，思琪，你有没有后悔跟我一起走到现在？思琪听完瞪大眼睛，你是在讲什么啦？我后悔个屁哦！我要是后悔，就不会在这边给你洗虾捡韭菜啦。林家豪忍不住笑出声，哦，好啦，我只是怕你太委屈。委屈？我可是堂堂思影工坊老板娘哎，有啥好委屈的？思琪一甩头发，假装骄傲地说：呵呵呵，好啦好啦，思琪老板娘，那你明天可不可以帮我想个新菜单的名字啦？我想推出限定款，没问题，不过你得先请我喝杯青草茶压压惊。他眨了眨眼，成交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思琪的工作室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案子，有台南在地品牌找他做形象设计，也有台北的新创公司跨海合作，这些成果让他深感满足。而林家豪的摊子也因为思琪巧妙的品牌包装和社群推广声名大噪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，还上了当地的美食节目。某天晚上，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一则节目介绍着林家豪的摊位。主持人打趣说，这间摊子的灵魂不止在食材上，更藏着一段浪漫的露台恋爱史。思琪害羞地把脸埋进抱枕。哎呦，丢死人啦！林家豪笑得合不拢嘴，你红啦，思琪老板娘。红你个头啦，是你红。那一夜，他们笑着闹着，笑声传出了窗外，融进了这座温柔城市的夜色中。然而，命运的挑战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。
半年后，思琪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家豪，我怀孕了。她拿着验孕棒，声音微微颤抖。林家豪听完先是一愣，接着整个人扑过来抱住她，真的假的？你没有骗我，你以为我这种事会乱讲吗？思琪哭笑不得，哇，我要当爸爸了啦！林家豪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在屋里跳来跳去。哎，我们要不要给他取名叫林小吃？林你个头啦！你是疯了吗？思琪又好气又好笑。然而喜悦之余，焦虑也随之而来。家豪，我是不是要先停下工作室的项目了？还有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当爸妈？林家豪握着他的手，语气坚定。我们一起准备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陪你走下去。怀孕期间，思琪在台南的生活更加丰富了。她开始参加孕妇瑜伽课程，也加入了在地妈妈社团，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朋友圈。她开始懂得放慢脚步，感受腹中生命的悸动。林家豪则一边打理摊位，一边开始学煮月子餐，还偷偷去上育婴课程。思琪，我现在已经可以换尿布了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某个晚上，她得意地拿着布娃娃练习。你是不是太认真了啦？不过看你那么努力，满分啦。思琪笑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那一刻，幸福简单的就像台南夏天的一碗豆花，软嫩清凉，甜在心头。终于，宝宝出生的那天到了。在产房外，林家豪紧张的直跺脚，满头大汗。阿母，你说思琪会不会很痛啊？要不要再进去看一次？虾颈弄破碗啦，医生都说很顺利，你就站好啦。林妈妈一边安慰一边递水给她。几个小时后，护士终于抱出一个粉嘟嘟的小婴儿，恭喜，是个女儿哦。林家豪接过孩子，眼眶瞬间湿了。思琪，她长得像你爷，眼睛大大的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女儿可是台南最美的男仔啦。思琪虚弱但满足地笑了。女儿满月那天，林家豪特地包下整条夜市巷子，摆了20桌流水席，热闹非凡。哎呦，林老板女儿满月，大家一定要来吃一口沾沾喜气啦！听说他老婆以前是上海来的广告总监，哎，真的太酷了啦！这一夜，亲朋好友围绕在他们身边，笑声不断，鞭炮声中祝福满满。思琪站在林家豪身边，望着台南的星空，心里浮出一句话：我真的没选错。从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台南的小吃摊旁，他跨越的不只是海峡，更是对爱情与人生的重新定义。那年夏天，他放下一切来到这里，却也在这里找回了真正的自己。家豪，接下来的日子就继续手牵手一起走下去，好吗？当然好啊，思琪，我们这一家3口要好好幸福下去啦。故事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，但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相亲故事，我是丽姐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记得继续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！你也有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